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姐西卡这个频道。夏天来了，我出门前呢必须做2件事。第一呢，就是要在脸上涂防晒霜；第二呢，就是要在头上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请看我最近的一些日常穿搭，清一色都是戴帽子的。戴帽子呢，不仅能防晒，而且呢可以1秒 elevate 全身造型。你看啊，哪怕我穿最简单的条纹衫和白裤子，加上一顶合适的帽子，立刻给全身的增色不少。而且帽子呢还可以变换风格。你看啊，同一条小黑裙，左边呢我戴的就是棒球帽，更加休闲日常；右边呢戴上平顶草帽，则有欧洲度假的感觉。那么今天就来分享7顶2026年夏天我戴的最多的帽子吧，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夏季穿搭呢增加一些灵感。那么老规矩，影片最后呢还是有适合夏天的护理产品的分享，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啊，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第一顶呢就是这顶草帽，来自 Lack of Color。 这一顶我大概买了有10年了。来一波回忆杀，看看我以前的照片。我呢从美国搬到澳洲，又从澳洲搬回美国，来来回回这么多年，而这顶帽子呢完全没有变形，而且它的草边是如此的紧实，里里外外没有任何地方是裂开的。哇，我真的服了它的质量啊。Lack of Color 呢来自澳洲，他家呢主打的是各种度假的帽子，100美金上下呢就可以入一顶，从海狸到 Kylie Jenner 都戴过他家的帽子。那么我这一顶呢叫做 Spencer Bolt， 是他家曾经的大爆款，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中断货了好几年啊，直到最近呢才有少量补货，而且这一顶呢只要89美金哦，哇，这个价格也是相当亲民了。那这顶帽子呢是经典 Bolt 的帽型。那关于这个 Bolt 帽型呢，还跟 Coco Chanel 女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Bolt 这种帽子呢，最早呢是来源于威尼斯的那些渔夫，因为天气很热嘛，他们划船就带着这样的 Bolt 来遮阳。之后呢，就慢慢在欧美上流社会的绅士们中呢流行开来了。那这种帽子呢，有着平整的帽顶和笔直坚挺的帽檐，有一种建筑般的硬朗立体感。戴上之后呢，整个人都很精神挺拔。而到了20世纪初，那时候女士们呢依然是流行戴那种特别繁复、各种羽毛很夸张的帽子。这时候就轮到 Coco Chanel 女士出场了，可别忘了，她可是做帽子起家的。她呢就直接戴起了这种很干净、清爽、偏中性风格的 Bolt， 立刻吸引了大批上流社会的女士们的注意力啊！要知道，她们对那些复杂的大帽子呢也已经感到非常的厌倦了。从此呢就掀起了一股席卷巴黎的帽子革命。那我这顶呢就是经典的 Bolt 帽型，它呢是一个平顶的帽子，帽冠和帽檐呢都是有一定挺度的，不容易塌陷，戴起来呢就很有立体感。材质呢是天然的100%的麦秆编织，这样的材质呢很挺阔，有结构感，能够容易保持帽型，也难怪啊能够维持10年都完全不会变坏变形呢。感觉呢再维持个10年应该没问题吧。它的帽檐宽度呢我也特别的喜欢，不会太窄，因为如果太窄的话呢就遮不住太阳，而且会显得脸大，也不会太宽。大家要知道，太宽的这种帽檐呢，比如说他们家另外就有好几顶这种草帽，这是很宽的帽檐。太宽的帽檐呢在城市生活中是不太适合的，感觉太像度假了。那这顶帽子的帽檐呢就是属于长短正好的，无论你是在城市里面啊或者是度假，都是完美 hold 住的。那帽子的这里呢还有一个黑色的织带，画龙点睛啊，而且上面有一个很小的蝴蝶结，但是呢不会精致土，因为小小的嘛，反而增加了一点点法式的优雅气息。整体的比例呢我也很喜欢，因为有一些比较便宜的 Bolt 如果做得不好的话，就会显得这个帽子特别高，或者帽檐特别小，戴起来就像那种表演帽，你知道吗？但这顶帽子就是属于长宽高，帽檐各种比例都是很黄金的。真的10年了，现在看依然都不过时啊，超级的经典，我是觉得很值得投资的。当然了，它也是有缺点的，因为它是个硬质的帽子嘛，所以没办法折叠。那日常到了室内就没有办法把它折叠起来放到包里。平时呢，换季收纳的时候呢，也会蛮麻烦的。而且你旅行出差打包的时候呢，这个帽子也要小心啊，还是因为它挺大的，不太方便带着去旅行的。另外还有一点是关于它的尺寸啊，它是有大中小3个不同的头围的。我当时买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买了一个小号，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小的，我感觉可能 M 号呢会更好。大家在买之前呢最好量一下自己的头围，然后根据尺码表，这样呢才能够保证你买回来的帽子是最适合你的。
接着这顶呢是来自 Brixton， 听名字像一个英国品牌，其实不是的，是一个来自加州的生活方式品牌。那我买它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它是可以折叠的，别看它好像看起来还挺硬邦邦的，其实它设计就是让你可以这样折起来。你看，那你这样到了室内就可以把它塞到包里面或者出差旅行塞进箱子里面就很方便，不会占地方。当你把它打开的时候，你看帽子依然很挺吧？对不对？这顶帽子呢，我买了应该也有2年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质量这里有一点点开线，但是不影响，非常非常小的一点，其他就没有任何的地方有什么断裂的现象，说明它的质量也是很好，而且呢也是很挺阔的。它呢采用了拉菲草钩针编织工艺，编织呢是非常的紧密，不会有那种廉价草帽的那种松散感。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我戴了2年依然觉得它就像新的一样。它呢戴上头也是很轻盈透气，日常或者旅行都可以。这顶呢是$89，价格也还不错。接着一顶呢，我昨天才收到，今天赶紧就给大家开箱一并分享了。它呢是来自一个纽约的设计师品牌，叫做 Eugenia Kim。它的定位呢更偏高端一点，不是那种网红风或者度假风我觉得呢是比较偏 quiet luxury 那种感觉。而他家最近一次比较出圈的呢，就是 Jeff Bezos 的2婚太太桑切斯在婚礼之后露面就戴了他家的草帽。我这次入的是他们家的这个明星帽款渔夫帽，那猛一看呢，好像跟之前这一顶 Brixton 的渔夫帽好像有点像其实不太一样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呢，当然就是采用了双色编织了，而且是这种钩针工艺，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镂空，会增加层次感，视觉效果呢非常的丰富，而且戴起来呢也很轻盈透气。这一顶呢，也是可以折叠的，而且折叠起来就很轻松，你就可以把它随便塞进箱子里面，很方便。这顶帽子呢，它的长宽高还有帽檐的比例也做得很好。这个帽檐呢不会太窄会依然显得脸很小，但是呢又不会太宽，显得过于的度假。而且呢，这顶帽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帽檐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比如说呢，你可以把它全部都往下放，对吧？就是一个经典的渔夫帽造型。我不想任何人看到我要一个人静静。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全部的就这样往上翻这不就有一点点像礼帽的感觉了吗？它好像里面是做了什么定型所以你无论怎么样翻都是完全 OK 的。或者呢，你也可以把它弄得一侧低一点，一侧高一点，这样翻也可以就可以随便你怎么弄，怎么发挥创意。而 Brixton 这个就不行它就是一个直筒筒的水桶帽，你看这个就没有办法翻上去翻下来，对吧？那这顶帽子呢有好几个颜色，我一口气订了2个颜色，但我觉得这个驼色的拼接呢有点太普通了，这个我会退。那我会留的是这个，而且你看它的内里是可以调节头围的，这一点还是很方便的。缺点就是呢，这顶帽子是相对比较贵的，是这次分享所有帽子里面最贵的$195我觉得有可能是跟它品牌定位也是有关，但是质量看起来确实是不错的，我觉得是蛮值得投资的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同时呢，还有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那里呢，每天我都会分享8到10条全球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nstagram 每天我都会有今日穿搭的小影片分享。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那接着一顶呢，大家应该都已经看烦了吧，就是这一顶白色的编织帽，是来自 COS。 哇，我都不知道戴过多少次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最近出街大概戴的最多的帽子就是它了。这顶呢是经典的渔夫帽，我去年就买了，它呢是棉质混纺的，钩针编织，镂空的还挺大的，蛮有层次感，有一点点复古，也有一点点法式。这个帽型呢也很立体饱满，然后随便可以怎么折叠都是完全没问题的，颜色也是很柔和的米白色，很好搭配戴上之后呢，整个人就好像加了一层柔光滤镜一样，温柔又显白真的是我大概今年夏天戴的最多的一顶帽子了。可惜我这顶一模一样的已经没有了，不过 COS 今年出了一顶呢，跟我这顶特别的像，区别是呢，它的这个编织呢会相对更加细腻一点，$69的价格我觉得也是很划算的。那另外也要说一句COS 家有很多像帽子这种小小的银色的首饰，还有丝巾手套这种都是属于质感不错，价格也不贵的单品但是因为它数量很少，很容易就告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要赶紧下手千万不要等。接着一顶那就是来自优衣库啦。
真是价廉物美啊，就是可惜已经告罄了，有没有搞错？它呢比较特别的是前面有一半的这个棕色的编织带，就给这一顶帽子呢增加了一些层次感。那多出来的这个长带子呢，你却可以把它塞进去，就这样戴，也蛮不错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系在下巴上面，就可以防止这个帽子被风吹走啊。而且它呢也是可以随便的折叠啊，放进包里面也没问题。这顶帽子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这个帽檐比较宽，所以很好遮太阳。另外呢，它的内里呢是有魔术贴的，是可以调节头围的。今年呢虽然已经告罄了，但我觉得如果它销量这么好的话呢，明年应该还会 call back 的吧。接着一种帽型呢，就是棒球帽，其中我戴的最多的没有之一就是 Valley 的这一顶双色的棒球帽。要知道，其实像我的这个头型啊，棒球帽还不太容易买哦，因为很多美国的棒球帽对我来讲，这个高度呢都有点窄，因为我本来头就比较瘪嘛，看上去就整个头型就很不饱满。但是 Valley 家的这个帽子呢，我戴啊就是属于完美哦，会显得头型呢很饱满，有那种高颅顶的效果。这顶呢是米白色和大象灰的颜色的拼接，很特别。上面呢虽然有 Valley 的 logo， 但其实看不太出来，而且最主要上面有2个网球拍，所以看起来呢就蛮有那种美式复古感的。虽然它是个英国品牌，这一顶真的是太好搭配了，我几乎所有的衣服都配得上去。而且呢，有的时候我日常出门买菜啊，或者去办事不想化妆的时候，那就戴这顶棒球帽，再加一副墨镜就可以出门了。这顶帽子呢是100%全面的，戴上来也很透气舒服，后面呢是可以调节头围的。我已经洗过一次了，也没有任何烫啊什么的，还是帽型很饱满的。他家还有一顶呢，我也戴的比较多，不过这顶呢可惜告罄了，但这里也一并跟大家分享吧。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上面有一个这种酒红色的标志啊，因为我有很多红色系的衣服嘛，你看我一旦穿红色系衣服，必定搭配的就是这顶帽子。虽然这顶呢现在没有了，也许到了秋冬季节还会再补货的，大家等等看，我也会在群里面的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哇，真的好热，皮肤好干啊，让我喷一下。哇，好舒服。那这个呢，就是我最近在用的保湿精华喷雾，来自一个纽约的小众美妆品牌，叫做 Eden。我这瓶呢都要用光了，赶紧在用光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喷雾呢就很细，很容易吸收的。那日常呢可以当做护肤的一个程序，洗完脸之后当做爽肤水用，也可以像我这样在妆后，比如说觉得皮肤很干，有点卡粉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喷在脸上，这样会觉得很舒服，皮肤好像喝饱了水，而且呢会更有光泽一点啊。这瓶还蛮不错的，我已经下单第2瓶了。最后一个是神器哦，我跟大家讲，我做 beauty 这么多年啊，看到这个产品大写一个字，服了。那夏天到了嘛，我们出汗会很多，尽管我们不会像西方人那么容易暴汗啊，但是像我就会很容易在腋下出汗。那一方面呢，我就很担心有难闻的味道，另一方面呢，会弄脏衣服。一般来说，到了夏天呢，我就会用 deodorant， 中文的翻译叫做止汗剂或者是香体膏都可以。那我入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来自英国伦敦的品牌，叫做 AKT。这个牌子很有意思，是2个伦敦西区的音乐剧演员成立的，因为他们经常要在这种大大的聚光灯下面表演嘛，很难保持全身清爽嘛。然后用了很多市场上的这种 deodorant 都不太适合，于是呢，他们就开发了这个产品就是来应付在这种舞台上大汗淋漓的情况下可以用的这种 deodorant。后来呢，也有很多的百老汇演员和西区的演员呢都在用这个牌子。那么最特别的点来了，你看，上面居然有一把钥匙，看到没有？是不是好特别啊？这个钥匙是干嘛的？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用这种铝罐用到后来就会乱七八糟。比如说我自己这个护手霜就是这样，真的是乱七八糟。那品牌呢，就给你做了这样一个钥匙，你就可以把它插到这个铝管上，然后呢，就是把它 roll 就可以了，就可以保证呢，这样从最上面一直用到最下面。每一次呢，你只要稍微转一下，就会出来一点点就豌豆大小的这种乳霜就可以。它呢是乳霜质地的，涂在手上呢马上就会变成这种有点像干爽的粉末的质地，就可以保证呢1天都不太容易出汗。它呢也不会黏腻的，我已经测试过了。另外它有很多的味道，我呢选的是无味的，因为我不想这个地方有任何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无味最适合我了。另外关于这个钥匙可以把它用在牙膏上或者护手霜上面都可以。这个我觉得太适合有强迫症的同学了。
好啦，那么今天有关我夏天帽子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喜欢。大家最喜欢其中哪一顶帽子呢？最想买其中哪一顶帽子呢？也欢迎留言分享吧。如果大家喜欢这方面的选题，我还想做一个墨镜的合集啊，或者是我的内衣合集、首饰合集给大家看啊。不过有一些可能买不到了，所以我之前一直没有做，也是这个原因。但不重要了，大家留言告诉我你的一些想法吧，我也很想把内容呢做得更加 engaging 一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那里呢，每天我都会分享8到10条全球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也记得追踪我的 Instagram 号，每天我都会有户外的穿搭小影片哦，而且可以一键购买哦。好了，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支影片见哦，拜拜。